大家好，我老肉。今天咱来说魔法世界最有名的鸟就是雪鸮。因为哈利波特就养了一只叫海德薇的雪鸮既是他的宠物，也是他的信使，人气非常高。可以说海德薇一己之力就让全世界的影迷都喜欢上了雪鸮这种猫头鹰。那么现实当中的雪鸮呢，虽然不在魔法世界，但是它们的栖息地那也是够魔幻的，什么绚烂的北极光一望无际的雪原之类的。没错，现实中雪鸮的老家就在北极。你要说地球上最像魔法世界的地方，那基本就是北极是吧？特别有氛围。那么雪鸮呢，就是地地道道的北极鸟，亚欧大陆、北美大陆都有，格陵兰岛上也有，而且它们基本都出生在大陆边缘最靠近北极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观察到，可以说天生就充满了神秘感。所以北极环境这么恶劣，它们怎么养活自己，怎么繁育后代呢？然后作为北极的第一猛禽它们跟其他猫头鹰又有哪些不一样呢？今天的节目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雪鸮。那么说生物学分类呢，雪鸮属于鸟纲枭形目赤鸮科的雕鸮属。不过从长相来说它们跟雕鸮一点都不像是吧？首先颜色就完全不一样，再一个雕鸮标志性的猫耳朵雪鸮这边也没有。所以以前分类的时候曾经把雪鸮单列了一属，后来直到2002年做了基因分析，这才发现它们跟雕鸮关系非常近，所以就一并划到雕鸮属里面了，是这么回事。然后上期猫头鹰提过，说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就是雕鸮，所以作为雕鸮属的一员呢，雪鸮的体型也非常巨大，它们体长大约是50到71厘米，翼展大约1.2到1.8米，体重2公斤左右，是北极地区最大的猛禽。尤其因为它翼展特别大所以飞起来的时候就会更显大，非常有气势。那么从雪鸮和雕鸮的演化关系来说呢，它俩分家的时间倒也不算长，也就是400万年。现存跟它基因最接近的雕鸮是美洲的大角鸮，然后它俩在美洲分布的范围呢，正好是连在一起的，还稍微有点重叠。雪鸮在北边，大角鸮在南边，所以它俩的关系就特别像棕熊和北极熊的关系。最靠北那些棕熊逐渐适应了北极圈的环境，后来就分化出了北极熊这个新物种。那么雕鸮这边呢，好像也差不多，它们也有一个分支喜欢上了北极的生活，久而久之的就分化成了雪鸮。而且北极熊统治了北极的地面，雪鸮统治了北极的天空，这简直就是猫头鹰版的北极熊是吧？所以也经常管它们叫北极鸮。然后雪鸮和北极熊一样，它们跟亲戚们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那一身白。而且跟北极熊相比雪鸮还要白得更纯正一点，更接近雪的颜色，不像北极熊总有点泛黄的感觉，雪鸮那绝对是纯白。不过美中不足是什么呢？就是雪鸮身上有很多斑点，像是鳞片一样的一道一道的小横斑，尤其是母雪鸮和幼年雪鸮它们身上的斑点就特别多，基本上全身都有，看起来就没那么白了。所以其实只有成年公雪鸮会显得很白，而且越是年纪大的斑点就越少，整体就越白，这是雪鸮的一个特点。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来大概判断它们的性别和年龄。那么关于雪鸮的性别二态性呢，还有个小花絮，说哈利波特剧情里其实海德薇是一只母雪鸮，不过拍电影的时候为了好看所有出演过海德薇的雪鸮都找的是公雪鸮，就因为公雪鸮身上斑点更少一些，看起来更白一些。你说这动物演员还搞出性别歧视来了，就很离谱。那么说雪鸮为了适应北极生活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保暖措施，所以它们那身羽毛长得特别的浓密，保暖效果非常好。就算气温到了零下50度，它们体温也能保持在38到40度，就这么不可思议。那么从热传导来说呢，雪鸮羽毛的传导率可能是所有鸟类当中第2低的，唯一比它隔热更好的是阿德里企鹅来自南极大陆的狠角色，这家伙咱以后也可以单独来一起。然后除了身上之外呢，雪鸮基本上所有部位都用羽毛盖住了，比如它们的腿和爪子也是长满了浓密的羽毛，不像大多数鸟那样光着腿，而且它们就连脚底下也有毛垫子，跟穿了靴子一样，很长时间站在雪里也没问题。另外还有它们那张小嘴，其实一点也不小，那也是被羽毛盖住了，露出来的很少而已。可以说在保暖这块雪鸮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也是它们在北极安身立命的资本。那么温的问题解决了，还得解决饱的问题。说雪鸮捕猎也跟其他猫头鹰不一样，
因为大多数猫头鹰都是晚上捕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夜猫子嘛，是吧？不过雪鸮它们呢是白天晚上都会捕猎，既可以是夜行性动物，也可以是昼行性动物，就这么全面。那么说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说好好的一只猫头鹰，为什么白天也要上班呢？这事儿吧也很好理解，因为你想啊，雪鸮生活的地方都靠近北极，夏天肯定会有极昼啊，是吧？可能连着好几周啊，太阳都不会落下去，黎明黄昏特别长，根本就没有昼夜之分。而且来说，夏天这段时间啊，正好是雪鸮繁育后代的时候，一家好几口子等着吃饭呢，他们只能是昼昼不停的去找吃的，所以白天捕猎啊，也就变成雪鸮的常规操作了。然后白天找猎物最有效的办法呢，当然就是视觉。说雪鸮那两只眼啊，识别度特别高，它们的虹膜是那种鲜艳的亮黄色，看起来非常有神。那么这双眼要论夜视能力呢，其实比大多数猫头鹰啊是要弱一些。不过雪鸮看中的不是这个，它们更想要白天看得远一点，像是鹰那种视力。所以它们捕猎方式啊也跟鹰比较像，喜欢非常开阔的地方，站在一个高点上能看到1公里以外的猎物，或者在天上一边飞着一边找。猎物只要出现在地面上，雪鸮就能发现它们，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扑到猎物身上，就跟幽灵一样，基本上没有声音。这就是雪鸮最常见的白天捕猎模式。当然，作为一只猫头鹰呢，晚上加个班什么的那也是可以的。一个是雪鸮夜视能力啊，比一般鸟类呢还是强多了，晚上光线不错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然后再一个呢，说雪鸮的听力啊，基本功也还在。虽然没有苍鸮啊、乌林鸮它们那么灵，但也能帮它听声辨位一下子，找到雪层下面的猎物之类的。需要用的时候也还用得上的概念，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总之，相比之下呢，雪鸮还是更擅长白天捕猎，毕竟它们一生当中绝大多数猎物啊都是这么搞来的。那么问题来了，说雪鸮巅峰时期的捕猎效率到底有多恐怖呢？咱应该去北极苔原上见识一下。说每年5月份的时候啊，北极苔原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雪鸮就会开始筑巢，准备生儿育女了。不过其实雪鸮啊也谈不上什么筑巢，他们就苔原上撒么个小土包，稍微高点的那种，完事在上面刨出个浅坑来，连草都不用铺，这就算筑巢了，特别简单。他们主要追求视野好就行，什么北极熊啊、北极狐啊，包括狼这些家伙路过的时候能早点发现它们，这就可以了。那么交配之后呢，母雪鸮开始在窝里下蛋，一般是2-3天下一个的节奏，不过具体下几个那就不一定了。目前观察啊，3到16个都有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周围猎物的风度有关系。要是觉得周围猎物多的话，那就多下几个，是这么定的。那么下了蛋之后呢，母雪鸮基本上会全程趴在窝里孵蛋，就不怎么出去了。捕猎的事儿全都交给公雪鸮，分工非常明确。而且这个分工啊，也反映在它们体型上。公雪鸮体型比较小，相对就更灵敏、更灵活，捕猎效率更高，所以由它负责捕猎。然后母雪鸮呢，就只管长得大一点、长肥一点，有能力下更多蛋，然后有敌人来偷家的时候能把它们赶走，这就可以了，是这么个分工。那么大约1个月左右啊，蛋就陆续开始孵化了，先下的先出生，后下的后出生，差不多也是2-3天出一个的节奏。然后刚出生的小雪鸮呢，身上是白色的，不过用不了几天就会变成灰黑色，颜值跟成年雪鸮比那可差多了。有一说一啊，确实很丑，黑不溜秋的跟个煤球一样。不过这些黑不溜秋的小煤球呢，吃起东西来那可一点都不含糊。说一开始他们小的时候啊，公雪鸮叼回猎物来交给母雪鸮，母雪鸮把猎物撕碎了，一口一口喂给他们吃。然后等他们稍微大一点呢，感觉也就比猎物大不了多少的时候，他们竟然就开始直接吞了。你就看那个嘴张的那个费劲程度啊，你都怕它噎死了那种，最后都得歇上好几回，花很长时间才能吞下去。总之就是看着特别揪心。所以为什么小雪鸮吃东西这么急呢？让母雪鸮撕碎了喂不好吗？他们这么做啊，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不这么狼吞虎咽的话，他们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可以说每一只猎物啊，他们都是当最后一只来吞的，一点都不夸张。那么这事儿呢，就得从他们的猎物说起了。说雪鸮的食谱啊，其实非常丰富，什么鼠类、鸟类、鱼类、兔子、昆虫之类的，这都可以吃。甚至也有记录到他们捕猎赤狐和北极狐的。也就是说，在北极这种地方啊，食物本来就匮乏，他们也没什么挑食的余地，基本就逮什么吃什么了。
不过唯独有那么几个月呢比较特殊，就是每年的5月到9月这几个月啊，他们几乎就只捕猎一种猎物，就是驴鼠。驴鼠能占他们食物总量的95%以上，就很离谱。所以为什么雪鸮突然变这么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几个月啊，北极苔原的驴鼠会突然变多，是一年当中食物最充足的时期，所以他们才选在5月到9月份育雏，就是看中了驴鼠。然后再一个呢，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因为对于小雪鸮来说啊，可能还就是驴鼠最适合它们一口吞下去，至少吃起来方便，是吧？所以公雪鸮出去捕猎啊，眼里就只有驴鼠，见一只逮一只，从来都不嫌多。只要没下大雨没起雾，它基本上都不会休息。甚至说母雪鸮那边蛋还在孵的时候啊，它就已经开始囤货了，最多的发现囤了80多只。好家伙，小雪鸮一出生就被围在驴鼠堆里，不但吃的不用愁啊，还能帮着挡挡风，就这么幸福。不过话说回来，有幸福的时候呢，也有不幸福的时候。因为驴鼠这种动物啊，它们很奇怪，有些年份数量大爆发，特别多，根本吃不完那种。然后有时候呢又没那么多了，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总之就是波动特别大，大约是每4年爆发一次。传说驴鼠数量爆发的时候啊，它们还会出现集体跳海的行为。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咱以后可以单独来一期驴鼠。总之驴鼠这么不稳定呢，雪鸮可就麻烦了。赶上少的年份，你就别说驴鼠堆了，经常都是全家饿得嗷嗷叫，然后公雪鸮好不容易才能带回来一只，根本就不够分啊，是吧？说一只小雪鸮长大成枭需要多少驴鼠呢？大概需要200只左右，一窝就算是5只幼鸟的话，也得1000只了。然后再加上雪鸮夫妻俩自己吃的，也就是说在50天之内啊，公雪鸮得一只一只的叼回来1000多只驴鼠才行。有时候要飞出去很远才能找到一只，真的是非常辛苦。而且再一个，刚才说了，说雪鸮这一窝蛋啊，它是每隔2-3天顺次孵化的，有先出生的，也有后出生的，可能老小体型啊还不到老大一半，所以抢吃的这块呢就特别吃亏。有时候公雪鸮叼一只回来，直接就被哥哥姐姐们给吞了，老小可能连根毛都没见着。就算母雪鸮看在眼里想帮它啊，经常也是被恶货们给抢走。然后久而久之的，老小就悲剧了。所以赶上驴鼠匮乏的年份呢，能活下来的小雪鸮可能还不到50%，有些极端的情况下，整窝都有可能饿死，就这么惨烈。那么幸存下来的小雪鸮到了8月份就得开始学飞了，这时候它们可能还不到2个月大，不过它们得赶紧退掉绒羽，换上正羽，因为北极的夏天很快就要结束了，它们得赶紧学会飞，然后跟其他候鸟一样飞到南方过冬去。毕竟北极的极夜对年轻人来说难度还是太大了，只有经验最丰富的雪鸮啊才会选择留下来，跟北极熊啊、北极狐他们一起坚守在冰天雪地里。然后对于第一次离开北极苔原、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来说呢，南方的世界那可太不一样了。那么雪鸮虽然说是到南方过冬啊，但是他们这个南方呢，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基本都是北欧啊、西伯利亚还有加拿大这些高纬度地区，也就是说其他候鸟的北方就是雪鸮的南方。不过赶上驴鼠爆发的年份呢，当年出生的雪鸮就会多很多，这时候他们会扩散到更靠南的地方，比如13年冬天甚至在佛罗里达都发现了雪鸮，就很不可思议。那么雪鸮们一路南下来到了新的环境，他们的生活比在北极苔原那可丰富多了。有些雪鸮来到了针叶林的空地上，学人家乌林鸮扎猛子逮雪层下面的老鼠；有些飞到了海冰融化的海面上，看能不能抓点海鸟啊、野鸭之类的；还有些到了加拿大发现雪鞋兔了，也会跟猞猁抢几只兔子吃。总之他们捕猎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基本上到哪儿都吃得开。然后另外还有一些雪鸮呢，好像更喜欢进入人类的活动区，比如说农场、牧场、机场、高尔夫球场之类的，因为他们的习性就是喜欢开阔的地方，人类造的这些开阔地就很适合他们。尤其赶上雪鸮数量爆发的年份他们的目击报告就会突然多起来。所以这么一来呢，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就是雪鸮这种鸟数量很多，数量很稳定，其实并不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估计现如今地球上成年雪鸮的数量只有 1.4 到 2.8 万只，而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属于是易危物种。然后另外还有一项研究更惊人，
说赶上驴鼠消失的年份啊，全球能成功繁殖的雪鸮可能只有1700对，这个数量那可就太危险了。所以说，雪鸮即便是再厉害，即便号称来自魔法世界，你看它们的命运呢，终究还是掌握在猎物手里。这也可以说是所有捕食者的宿命了。